中國多家媒體聯合曝光廉價首飾致癌物超標9000多倍問題，瞬間衝上熱搜。來自廣州、上海、杭州、長沙、安徽等地，線上加線下共20家商鋪抽檢21件首飾，檢測結果堪稱災難級。21件樣品中17件鍍層不達標。某鍍銀手鐲鍍層僅 0.24 微米，國家標準2微米；某鍍金手鐲鍍層僅 0.03 微米，國家標準 0.5 微米，與標準差距最高達16倍。而真正炸裂的數據來自廣州一家飾品批發市場的一副耳釘，鋼印標注 S925 銀，檢測結果主要成分為鎘。鎘含量 9.28 乘10毫克每千克，也就是 92.8% 純鎘。按照國家強制標準，飾品中鎘含量應100毫克每千克，而它超標9280倍。換句話說，你以為帶的是 92.5% 的銀，實際上帶的是 92.8% 的致癌金屬。鎘是國際公認的一級致癌物，可在體內長期蓄積，難以代謝，與肺癌、腎衰竭、骨質疏鬆等嚴重疾病高度相關。而首飾不是食品，不入口，但更致命，因為它24小時貼着皮膚，汗液滲透，毛孔吸收，金屬離子慢慢進入血液系統。你不是一天吃下毒，是1年、3年、5年，被佩戴是慢性投毒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膚科数据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因佩戴劣質金屬飾品誘發首飾性皮炎患者同比增長 37.6%， 其中近60%患者佩戴的所謂銀飾，檢測後證實為銅合金或劣質合金。這些患者中，部分人出現耳垂滲液潰爛、頸部皮膚色素沉澱、慢性接觸性皮炎，甚至在少數病例中出現細胞異常增生跡象。而這些都只是開胃菜。為什麼這麼多假銀能流入市場？3個字：成本高。廣州、潮汕、義烏、東莞等地批發市場，一些首飾是按堆賣的，產品批發價：耳釘1元兌，項鏈8至15元，手鐲15至60元。他們怎麼做到？用白銅、不鏽鋼、鈦鋼等低成本金屬做基體，再鍍一層薄到和蚊子翅膀差不多厚度的金屬膜，最後一個925鋼印打上去，完成偽裝。消費者只看到發亮，看不到內裡腐爛。而根據光明日報2025年8月對武漢珠寶檢測的結果，19件標 S925 的首飾中，銀含量達標的只有6件，1件銀鏈實為白銅，3款925銀針耳飾，1款是鐵，1款是銅，只有1款是銀。中國人買的不是銀飾，是一場集體欺騙。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幾家黑心商家，錯，這是一個完整的黑色鏈條。生產端造假，批發端縱容，平台不問消費者買單，監管抽查式作秀式執法。10月27日，杭州國際珠寶城檢測中心公布，部分紗金飾品鎳釋放量高達國家標準上千倍。8月初，老爸評測檢測8款925銀耳環，6款為銅合金，最嚴重的一款，鎳釋放超標61倍。鎘超標1179倍，而結果如何？僅是點名通報，未見系統性清查。11月初，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對19個品牌50批次飾品抽查，發現8批次不合格，但調查停留在個案罰款，並未對全國飾品流通鏈條進行地毯式排查。於是問題繼續，假銀繼續泛濫，毒金屬繼續進入普通人的身體，而真正被犧牲的是那些月薪3000買不起真正金銀的人，他們只能走向拼多多、夜市、小店、直播間，然後
掉進一個打着精緻生活名義的毒坑。這不是審美問題，是階層命運的金屬化呈現。富人戴貴金屬，窮人戴重金屬，一個在養生，一個在慢性中毒。而更殘酷的是，這一切只是開始。在這種首飾系統塌方的背後，真正的黑幕是一個成本至上的產業瘋狂，是監管的全面遲鈍，是普通人身體成為試驗場的現實。問題不是有幾件假貨，問題是假貨已成為默認選項。當一副隔超標9000倍的耳釘可以堂而皇之打着 S925 銀的名義，通過平台、直播、地攤、微商流向千萬消費者耳朵時，這早已不是個別商家的道德淪陷，而是一條成熟的毒首飾產業系統。一條完整的毒首飾流水線如何運轉？整個鏈條大致分為5個環節：1、黑工廠源頭；2、批發市場分銷；3、電商直播渠道；4、平台算法推流；5、消費者身體終端。據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2025年9月調查，在廣東潮汕、揭陽、東莞等地存在大量飾品加工小作坊，這些工廠大多不具備完整資質，沒有重金屬處理機制，甚至連最基礎的通風除塵都不達標。為了成本極限壓縮，銀材被替換為白銅、鋅合金、廢金屬熔煉物，鍍層厚度被壓縮到0.02至0.05微米，含铅助焊劑被大規模使用，為增加光澤感，甚至添加工業級化學反光劑，每削減一層質量，利潤就往上提一層。最終，一件成本不足5毛的東西，被包裝成輕奢 ins 風輕復古925銀賣出幾十元。沒有人關心你耳朵會不會潰爛，他們只關心消不消得動。根據2025年艾瑞諮詢發布的大陸飾品消費安全調查報告，近2年中國線上飾品銷售額超1260億元，其中低價飾品佔比超過 63%， 約有 37% 消費者在平台購買過925銀產品，而至少1/4消費者表示曾出現過皮膚紅腫、發炎或掉色發黑問題。平台真的不知道嗎？不，某頭部電商平台曾內部抽檢一批925銀飾品，抽檢合格率僅約 41%， 但相關報告並未公開，理由是避免引發消費恐慌。你以為這是善意，其實是商業權衡，因為這些問題飾品正是平台流量變現的重要一部分。直播間9.9包郵925銀耳釘，每場動輒賣出幾萬單，退貨率低，投訴率分散，責任可甩給第三方商家。算法看的是成交曲線，不是人體代謝曲線。市場監管為什麼總是事後提醒？市場監督系統並不是沒動作，問題在於他們永遠在出事之後抽檢，卻極少在流通之前清理。根據2025年國家市場監管系統公布數據，全年全國範圍內針對首飾類目專項抽查數量約4700批次，但全國線上加線下首飾 SKU 數量超過2800萬種，實際監管覆蓋率不足 0.17%。這意味着什麼？你買首飾比你中彩票概率還低的是抽到合規產品，而且多數處罰停留在罰款幾千元、責令下架、限期整改，而這些商家換個店鋪名、換個身份證、換個品牌殼，繼續賣。系統並沒有真正切斷鏈條，只是剪掉幾根露頭的草。問題最殘忍的地方，從來不是有人造假，而是窮人越來越被困在劣質世界裡。數據顯示，中國大陸2025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約為人民幣4200元每月，
而珠寶首飾真實達標銀飾的人均購買力僅覆蓋其中不到35%人群，也就是說，超過60%人群在裝飾需求這個維度被系統性推入了低價高毒區，於是出現了荒謬現實：有錢人佩戴24K 金、PT950 鉑金、純銀，普通人佩戴鉻合金、镍合金、偽銀。你以為是選擇問題，其實是結構問題。富人的審美是用錢堆出來的，而窮人的精緻是在毒氣裡掙出來的。中國總是喊消費升級，但現實是，很多人不是消費升級，而是中毒升級。衣服有甲醛，餐具含双酚 A， 奶茶塑料杯釋放微塑料，現在連耳環都在釋放鎘。當代年輕人不是朋克養生，而是在毒素裡維持體面。數據顯示，中國環境協會2025年發布的日用消費品重金屬暴露風險評估報告中指出，18至35歲女性中，約41%長期佩戴廉價金屬飾品，其中近30%體內重金屬指標镍鎘高於安全值。他們不是不在乎健康，是他們只能選得起這些。假銀不是偶然，而是內卷經濟的產物。當一切都在比誰更便宜，那最終被削減的一定不是商家利潤，而是產品底線。直到最後，消掉的是人體安全。他們掏空的是銀含量，你透支的是健康。他們賺的是毛利，你付的是未來醫療費。你省下的是幾十塊，卻可能為此多付幾十年代價。真正令人恐懼的，從來不是9000倍，而是當9000倍變成常態，誰來阻止第一個10000倍？當首飾變成慢性毒物，這個社會也開始一層一層剝落自己的底線。